2005年的9月11日，香港西贡，一名45岁的警员丁丽华在休假时独自去麦理浩径一带徒步，但那天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而外界与他的最后联系是他拨出的那通求救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自己迷路了，接线员一直想确认他的位置，但奇怪的是，在7分钟的通话里，他始终没能说出一个可以被准确定位的地点。电话在断线之前，只剩下几声急促的求救声。从那之后，这个人就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搜救队和警方沿着相关路线展开了搜索，可最终却一无所获。这起事件后来也被很多人放进了西贡结界的传说里。为什么一通求救电话没能帮助搜救人员锁定他的位置？在之前很多期影片里面，我们常常把镜头对准古遗迹和古文明里的异常结构，但这一次我想把同一套方法放进一个现代的真实事件里。当时间线、地形、求救电话、手机信号和都市传说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已经发出了求救信号的人，为什么还是没有被找到？这起事件的主角叫丁丽华，事发当天，他利用休息时间独自去麦理浩径一带徒步，而警察这个身份让整个事件从一开始就多了一层特殊性。不过这里要先说清楚，从我能查到的公开资料里，不能证明丁丽华经常走麦理浩径，也不能说明他非常熟悉那里的路线。所以这件事情真正反常的地方，不是一个资深驴友怎么会迷路，而是一个有警务背景，理论上更知道如何报警求助的人，在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依然没能让搜救队员锁定自己的位置。到这里就出现了第一个问题，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吗？还是说他以为自己知道，但他说出来的位置已经没办法对应到地图上的某一个点？这两个问题之间隔着的不是几句话，而是一整套复杂的现实条件，那就是地形、信号、体力、判断，还有当时的定位能力。今天我们习惯了 GPS、手机地图、共享定位，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只要一个人能打电话，我们就一定能通过现代手段知道他在哪里。但2005年不是今天，那时候的手机定位没有现在这么精确。更关键的是，手机能打通，不等于位置能被精确锁定。当然，这并不代表麦理浩径完全没有定位系统。像麦理浩径这种长距离的徒步路线，沿途本来就设有标记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山路上的定位编号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一个编号。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徒步者只要报出附近编号牌上的编号，搜救人员就能快速缩小搜索范围。可丁丽华案最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多家香港媒体转述他的求救电话内容里出现过西贡586、487040、487020、024这些数字。这些数字听起来既像坐标，也像某种标记柱上的编号。但问题是，麦理浩径的标记柱通常是以字母 M 开头，而他报出的这些数字并不能直接对应上。也就是说，他一直在努力提供位置，可他提供的这些信息却始终没法让搜救人员确定一个具体的位置。要知道，2005年的手机定位和今天的 GPS 共享位置不是一回事儿。它能提供的往往不是一个精确的坐标，而是一个大概的范围。手机可能连接到了哪个区域，信号大概来自于哪个方向，最后落在哪个基站的覆盖范围里。可西贡的地形并不是一张简单的平面图，从地图上看，它可能只是一条简单的路线。可人们走进去才会发现，他们面对的是山脊、山坳、海岸线、林地、草坡、支路、石阶和陡坡混在一起的复杂地形。在这种地形里，信号也并非是直线传播的，山体会遮挡信号，海岸线、坡地和地形起伏也可能让信号发生反射、绕射。最后系统接收到的不一定是一个清楚的位置，而可能是一组被地形干扰过的模糊信号。换句话来说，就是那通电话并非没有提供线索，只是这些线索本身可能已经掺杂了太多的噪点。当然，也有人把西贡结界和磁场异常、火山岩地质联系起来，但从公开资料看，麦理浩径并没有会影响导航的异常磁场，所以与其把问题推给磁场，不如让我们回到更现实的变量，那就是地形、信号、定位误差，还有那通没有完成定位的求救电话。这就很可怕，因为它给了搜救队一个方向，但这个方向可能存在误差。在城市里，几百米的误差可能只是多走几条街，可是在山里，几百米的误差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山坳、坡面、林地，甚至是搜救视线根本扫不到的地方。所以问题来了，如果定位不够精确，地形又足够复杂，搜救到底是在找一个人，还是在一片越来越大的盲区里盲目排查？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案子，本能就会冒出一个疑问：麦里浩径不是香港一个很有名的徒步路线吗？怎么可能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但这正是城市视角最容易误判的地方。一条路线有名，不代表每一段路、每一分钟都有人经过，更不代表一个人离开主路之后，别人还能看见他。在城市里，一个人如果走错了路，可能只用绕回来就行；但在山里，一个人只要离开主路几十米，就可能进入一片完全陌生的环境。山坡、灌木、林地，很快就可能把他从路人的视线里挡住。路上的人看不见他，搜救的人听不见他，手机信号也未必稳定。从那一刻起，他就不再只是路线上的人，而是变成了地形里的盲点。所以，这宗案子最奇怪的地方是，搜救已经根据线索展开了，可到最后人还是没有找到。丁丽华可能离主路并没有多远，只是刚好走进了一个地形和视线都覆盖不到的死角。这也就是郊野失踪案最残酷的地方，不一定真的发生了什么超自然事件，而是失踪的人可能就在附近，但在附近不等于一定就能找得到。这起案子后来被反复讨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电话里的那些数字。有人把这些数字理解成结界密码，但换个角度看，一个人在迷路、紧张、体力下降，甚至可能已经脱水或受伤的情况下，他说出来的这些信息到底还能有多准确？这不只是看错一个路牌那么简单。人在正常情况下会用地标、方向、距离和记忆在脑子里拼出一张地图，但如果一个人已经迷路、体力下降、心理压力升高，甚至身体的情况开始恶化，那么他脑子里的这张地图可能就开始错位了。他可能真的看到了某个牌子，可能记住了某个数字，可能想起了地图上的某个编号，也可能把路牌、标记柱、方向感、记忆里的地点混在了一起。对他来说，这可能就是他能抓住的最后线索。但对于接线员和救援人员来说，这些数字如果对不上现实的位置，那么就没有办法立刻变成搜救的坐标。所以这串数字最可怕的地方，不一定是它有多神秘，而是它可能说明他的空间判断已经开始失真了。他还在努力求救，也还在努力描述自己在哪里，但他说出来的内容已经无法把搜救人员准确带到他的身边。当一个人在最需要被找到的时候，却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位置说清楚，而当现实信息的链条出现断点，传说就会从这些断点里长出来。所以后来，只要有人再提起这起失踪案，往往就绕不开一个词，那就是西贡结界。所谓西贡结界，大概就是说西贡一带存在某种看不见的边界，人一旦走进去之后，就像进入了一个现实地图解释不了的地方。这个说法为什么会有传播力？不是因为它已经被证明了，而是因为它刚好接住了这个案子里最让人不安的部分。电话、数字、搜救都出现了，可最后仍然没有结果。这些东西单独来看，每一个都可以有现实的解释，可当它们全部叠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很强烈的错位感。明明每一步都发生在现实里，但最后的结果却突然在最后断了一截。这就是西贡结界这个说法最厉害的地方，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事件的空白里长出来的。当一个人走进山里，他打过求救电话，留下了一串奇怪的数字，然后就再也没有被找到。这个故事就很难只停留在普通失踪案里，因为我们很难接受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所以结界这个词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答案，但它更像是人们给那片空白起的名字。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西贡有没有结界，而是为什么这宗案子会让那么多人觉得只有结界这个词才能解释得通。现在我们把都市传说放在一边，先来看看现实层面的几种可能。第一种是迷路加体力的崩溃，独自徒步离开主路，越走越偏，体力下降，补水不足，天气和心理压力叠加，最后导致失去行动能力。这个在郊野事故里并不罕见。第二种是受伤后进入视线盲区，比如跌落、滑倒，进入溪谷、林地、灌木，或者滚落到山坡下方。这种情况下，人可能离主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但从路面上就是看不见。第三种是通信和定位信息不足，那通电话证明他曾经还活着，但却并没有提供足够准确的位置。信号范围的覆盖、地形遮挡、基站定位误差，都可能让搜救只能锁定一个大的范围，而不是一个点。第四种是认知判断失效，人在恐慌和体力透支下，对方向、时间、距离、数字标记的判断都会变得不可靠。他可能真的看到了某个编号，但那个编号未必就是搜救人员理解中的那个编号。这些解释都很现实，
而且并不神秘。但问题在于，他们能解释为什么会失踪，却不能100%解释为什么始终找不到。这就是丁丽华案最难处理的地方。现实解释不是没有，只是每一种解释走到最后，都缺少了一个最关键的拼图，而那一块拼图，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也没有补上。所以回头看这宗案子，我不认为最可怕的东西是西贡结界。至少从公开信息看，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什么超自然边界，但这不代表它不恐怖。我们以为只要一个人能报警，有地图、有路线、有搜救系统，就不至于真的消失。可一旦地形、信号、体力和判断同时出现问题，这套保护系统就可能突然失效。你可能被现实世界里几个小误差，一点点被推离到安全区域以外。一个模糊的位置，一段不完整的电话，一条走偏的路线，一个看错或说不清的数字，再加上一片复杂的山地。当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最后造成的结果都是我们无法预料到的。所谓西贡结界，也许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它更像是人们给这片信息断层起的名字。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名字，我们就只能面对一个更难接受的事实：一个人可能只是走错了一段路，看错了一个标记，报出了一个无法对应的位置，又刚好走进了一个地形和视线都覆盖不到的死角。这些单独来看都不是特别离奇，可当它们叠加在一起，就足以让一个人消失在盲区里。这才是这宗案件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丁丽华最后到底在哪里？电话里的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是迷路了、受伤了、摔倒了，还是走进了一个搜救永远覆盖不到的地形死角？关于这些问题，我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终的答案，但至少可以做一个判断，那就是当一个真实事件缺少最后一块证据的时候，传说会如何接管解释权。我们以为现代城市离危险很远，但这起案子提醒我们，有时候真正可怕的不是没有线索，而是线索出现了，却始终没有办法把人带回来。这里是信息局外人，以前我们拆解遗迹里的异常结构，这一次我们拆的是现代真实事件里的信息缺口。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